焚诀认可吗？坟老，我一直想问一下，创造焚诀的那个人是谁？萧炎也是非常想知道，创造焚诀功法的这个人究竟是谁？毕竟焚诀非常的不简单。以前以为焚诀只是能够融合多种火焰的功法，但现在却渐渐的发现，焚诀越来越不简单了。从萧炎拥有焚诀之后，他就已经走上了比寻常人更加特别的道路，能够融合多种火焰于一体，拥有焚诀的独立空间、焚诀空间，还有焚诀之灵、焚老，以及不知道什么阶级的焚神诀，到如今的灵魂神技、神魂天级。总感觉这一切似乎是被什么人给刻意安排的，当然这也是萧炎的一种猜测，或许这种猜测是错的也不一定。而见到萧炎这么一问，那一直平静如水的焚老，那表情也是微微的触动了一下，那种触动是一种敬畏，虽然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可是还是被萧炎所发觉。究竟是什么人能够让焚老都如此的敬畏呢？片刻之后，焚老才缓缓开口道：创造焚诀功法的那位大能，如今你还不需要知道，毕竟现在知道了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等时机成熟了你自然会知晓。我只能跟你说，创造焚诀的那位大能是站在整个大宙最顶点的神之一，在大宙中几乎是一位无敌的存在，他是能够让所有大宙的万物生灵都为之敬畏的神。大宙顶点的神之一，无敌的存在，是所有大宙万物生灵都要敬畏的神。从这3点就可以推断出，创造焚诀的那位大能，恐怕其实力早就登顶大宙之巅，傲视诸神，举手投足间就能让大宙都为之一颤吧。如此可怕的大能，难怪会创造出焚诀这等特别的功法。想到这里，萧炎内心也是越来越期待，日后自己必将解开创造焚诀功法那位大能的真面目。不过眼下还是不想这些事情，先修炼一下神魂天级的这道灵魂神技，毕竟这才是自己目前所需要的底牌。如果多一道底牌，那么日后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胜算。而就在萧炎决定准备修炼神魂天级的灵魂神技时，却被焚老阻止了下来。先不着急修炼这道灵魂神技，毕竟你刚突破神境灵魂不久，先要将其稳固，不然在还没稳固之下就修炼，到时候我怕你无法驾驭其中的力量。萧炎闻言也知晓焚老所说，想要成为一位真正的神奇强者，就不能心急，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来。只不过今日为什么萧炎会如此着急，也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底牌多增加一个吧，却乱了一些心性。这一次要不是焚老提醒，在刚突破神境灵魂直接去修炼神魂天级，恐怕必定会被其中的神迹力量所反噬，到时候不仅无法修炼成功，还重创自己的神魂识海，到时候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片刻后，萧炎也稳定了自己的一些情绪，点了点头。看来刚刚自己的确是心急了一些，或许就是因为这等心急，想迫切的获得强大力量所引起的心乱吧。萧炎再次甩了甩自己的头，重新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将自己的神境灵魂力量在识海中开始无尽压缩，然后再扩散开来，一道道可怕的灵魂力量瞬间弥漫在整个识海之中的每一处角落。而萧炎识海中的这些活动被焚老尽收眼底，然后开口道：目前你的神境灵魂还只是初期，想要到达神境灵魂的巅峰，则是需要压缩10000道灵魂力量。此话一出，直接让萧炎震惊的张大了嘴巴。如今自己最多只能压缩100道灵魂力量而已，那压缩10000道灵魂力量才是神境灵魂的巅峰。目前自己怕是隔着非常遥远的距离，毕竟多压缩1道灵魂力量也不是易事。所以刚刚焚老说的没错，自己才刚突破神境灵魂，还没有稳固。如果你压缩出1000道灵魂力量，那么便是神境中期灵魂；如果压缩出5000道灵魂力量，那么就是神境后期灵魂；达到10000道的压缩灵魂力量，那么就是神境巅峰灵魂。焚老也是将神境灵魂内的小境界划分给萧炎介绍了一遍，接着道：想要修炼神魂天级，你必须要稳固压缩出500道灵魂力量才能够修炼，不然那的话，以你这目前100道的压缩灵魂力量，怕是无法抵御神魂天级中的力量。焚老耐心地为萧炎解释起来，看来对于神魂天级的那道灵魂神技，焚老也是将在什么时候修炼最佳的时机也告诉了萧炎。而萧炎也陷入了沉思，想要压缩更多的灵魂力量，是否需要更加的灵魂本源？于似乎焚老仿佛已经看穿了萧炎心中所想什么，便笑了笑开口道：小家伙，这么和你说吧，神境灵魂与其他灵魂境界的提升不同，如果说其他灵魂境界需要更多的灵魂本源吸收炼化，方才能够提升灵魂修为，但神境灵魂则是不然。想要提升在神境灵魂中的小境界，则是不需要灵魂本源吸收提升，只要你自身对灵魂感悟越高，那么你便能够压缩出更多的灵魂力量。只要你达到一定的压缩灵魂数量，便可以突破其中的小境界。所以在神境灵魂之中，可不是需要更多的灵魂本源来提升，而是你对神境灵魂的感悟来提升。这就是神境灵魂与其他灵魂境界不同之处，只靠对神境灵魂的感悟就能够提升神境灵魂的修为。闻言，萧炎也是无比的吃惊，这也是头一次知晓灵魂修为竟然能够用感悟就能够提升。见到萧炎那吃惊的模样，焚老只是笑了笑道：大宙极其广阔无边，
其中自然有着让你意想不到的奥妙。所以日后如果你能够登顶大咒之巅，那么你便会知晓大咒中所有的法则以及更多的奥妙之法。登顶大咒之巅吗？虽然现在对于萧炎来说这个想法很遥远，但是萧炎也不会妥协，只要自己朝着这个目标成长，相信未来自己也定能站在大咒的顶点。小家伙，以你的天赋，恐怕的确有机会，虽然不会100%，就算只有1/1000的机会，也都不要放弃。毕竟你被焚诀选中，自然不会很差。冯老则是极其看好萧炎的天赋，这小家伙的意志力和那不服输的一股劲，很少人会有。生死边缘的磨练，更是让萧炎超越了那些神之天骄。也或许你就是他选择的人。此时，冯老的眼神注视着萧炎，心中一声呢喃之声响起。就连冯老都有些期待，在未来的某一日，萧炎是否能够登顶大咒之巅，成为那所谓最顶点的大能者。冯老，刚刚多谢提醒了。萧炎对着冯老一声感谢，还好没有去修炼灵魂神技，不然的话，由于神境灵魂的虚浮，定会让自己的神境识海受到很严重的重创。旋即，冯老也是摆了摆手，微微停顿片刻后，便开始开口说道：“灵魂神技你也已经获得，接下来就是你提升神力修为的时候了。再过几日时间，你就要前去万兽之源收服那里的一道分裂神火。如果能够成功收服，你的实力将会大幅的提升，突破第2序列神也都是指日可待了。”第2序列神萧炎暗自嘀咕一声，这一刻终于来临了。自己的实力修为已经停留在第3序列神很久很久，这一次真的能够成功收服一道分裂后的神火，实力也将会突破至第2序列神。想到这里，萧炎的目光中便是散发出一道火芒，无比的炙热。这第2道神火，萧炎也已经期待很久了。夜幕也很快的降临，萧炎离开自己的房间，便是参加了此次祖龙族的晚宴。这一个夜晚，整个祖龙族上下所有的神兽之人都是极其的开心欢快，这样的画面也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当然，这都要感谢萧炎的出现，不然的话，这一次的灭族之战，祖龙族怕是凶多吉少。此前，穷奇一族所请来的那位红袍神秘强者，实力极其惊人，要不是被朱龙剑的力量所压制，祖龙族或许早已经在那个时候被一锅端了。所以，在这一场极其热闹的晚宴中，诸多祖龙族的神兽之人皆是找萧炎干杯喝酒，感谢萧炎这一次的出手，击退了穷奇一族的神兽强者。同样的，这一场晚宴中，萧炎也是微笑的喝了很多酒。很快，他的脸上也有着一丝血色悄然浮现，看其样子，显然也是喝了不少。不过萧炎也已经很久那么放松过了，这一夜他们都是极为的欢乐，就连几位神斩都是喝多了。萧炎兄，这一次多谢你了啊！白炭此时也是摇摇晃晃的拿着酒壶和酒杯来到了萧炎的身边，有些朦胧的笑道。见到白炭如此尽兴，萧炎也没有阻止，直接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下。紧接着，萧炎又被其他祖龙族的神兽之人叫过去继续喝酒畅谈，但欢乐的时光总是很快就过去了。热闹的晚宴也是直接持续了3个晚上。在第4天的清晨，第一道阳光照射大地时，所有祖龙族之人则是没有了昨晚的那种极其放松的心情，取而代之的乃是一种凝重。因为今天便是萧炎前往万兽之源处理其中的隐患。虽然萧炎收服过幻虚神火，可是万兽之源的神火可不是幻虚神火可以与之比较的。从100万年前3龙联手都无法压制那道天降火焰，最后还是动用了万兽神界的神法封印，才彻底的将天降火焰分裂成3道，封印在了3大神兽族的万兽之源中。虽然那个时候也终究压制住了神火，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道神法封印的力量也会渐渐的变弱，同时那被封印的神火也是开始吞噬万兽之源中的兽心本源。如果一旦里面的兽心本源被彻底的吞噬，那么等待3大神兽族的结局将会是一个毁灭。当年连3龙联手都不是其对手，如今祖龙又已经陨落，怕是更不可能有着反转时机。所以这万兽之源的隐患，唯一能够解决的也就只有萧炎了。毕竟他对火焰的造诣极深，不管成功与否，萧炎也都会选择试一试。清晨，萧炎在几位神斩的带领之下，来到了祖龙族最核心的区域，而这里便是万兽之源的地方。而祖龙族的这些神兽之人，所有的能量都是来源于万兽之源之中。如果万兽之源受到外来力量的波及，将会影响整个祖龙族的底蕴实力。一旦底蕴受到影响，那么在万兽神界之中，曾经对祖龙族虎视眈眈的那些神兽势力，就会趁着这样的机会大举进攻，直至彻底的剿灭为止。萧炎以及祖龙族的几位神斩，还有诸多的核心神兽强者，皆是出现在了万兽之源的上空处。在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天地间的温度都是极其的炙热，能够吞噬一切万物，使得空间都变得扭曲起来。这就是万兽之源中那道被分裂出来神火的能量。没想到那分裂后的一道神火，在被封印的情况下，依旧能够散发出如此炙热的温度。要不是他们都是天位神的话，恐怕神体也会被吞噬焚烧，将会被神火能量所重创。当然，除了拥有焚诀的萧炎，就另当别论了。萧炎一眼望去，便是看见了不远处有着一道巨大的圆弧建筑，犹如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深井一般。在圆弧的周边，有着一道若隐若现的封印屏障出现在萧炎的眼中。在神境灵魂的探测之下，这道封印上
有着极其可怕的封印之力，难怪能够封印住神火数百万年的时间。这神法封印果然强大。而在这圆弧之内，有着金色能量不断的在其中弥漫。这金色的能量极其的特别，它不是神火，而是兽心本源。也就是这兽心本源，使得祖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变得强大无比。神兽与其他神奇不一样，神兽的能量主要是来源于兽心本源的提供，所以只要兽心本源的力量恢复正常，那么祖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将会受到万兽之源所带来的能量提供，加强自身的神兽力量。此时萧炎又发现，在金色能量之中还掺杂着无比炙热的黄色能量，正在不断的侵蚀这些金色能量，并且不停的在吞噬。当然那金色的能量也发起了反抗。不过这兽心本源虽然强大，可是怎么能够比得过大纣神物的神火本源？虽然这还只是一道被分裂后的神火，可是那神火本源就已经无比的强大。要是完整的神火，那本源怕是能够瞬间将这兽心本源吞噬殆尽了。所有的本源在大纣神物的本源面前，一切都会变得极其的渺小，就算是万兽神界的兽心本源也是如此。此时虽然能够与分裂的神火本源抵抗1、2，可是如果再持续下去，万兽之源中的兽心本源将会被神火本源彻底的吞噬殆尽，这是迟早的问题。神斩前辈，那黄色的能量应该就是分裂后的神火无疑吧？萧炎收回了自己的神境灵魂，便是偏头向几位祖龙族的神斩问道。闻言，几位神斩也没有否认，当即的点了点头。然后大神斩叹了一口气，目光注视着不远处的万兽之源道：正是，那黄色的能量就是当年被三龙一起联手分裂出来的一道神火，如今那道神火已经吞噬了大半的兽心本源，如果再让其吞噬下去，兽心本源必定会被彻底吞噬殆尽。确定了那道黄色能量就是神火散发出来的能量之后，萧炎的目光再度定睛一看，此时在神境灵魂的配合下，已经看了整个万兽之源1半以上的区域皆是被神火吞噬笼罩其中，并且使得里面的神火已经跃跃欲试，发出恐怖的毁灭温度，开始冲击着万兽之源周围的神法封印。可怕的火焰不断的冲击在那神法封印上时，使得封印屏障都出现了一丝扭曲，足以说明这道分裂后的神火在吞噬了大半的兽心本源之后，其火神本源的确强悍了许多。在萧炎看来，如果再过一段时间，这道神火将兽心本源彻底吞噬殆尽后，必定能够再度增强火神本源的力量。届时就算是这道神法封印也将无法将其困住，一旦被这神火脱离而出后，那么整个祖龙族都将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所以这也成为了祖龙族的最大隐患。如果不处理掉这个隐患，那么等待祖龙族的就是灾难。但是萧炎的出现同时也让祖龙族有了一道希望的曙光，并且萧炎之前又收服了一道神火，而且很多祖龙族之人对于萧炎是否能够解决这道隐患也没有一个准确性，但是总比那种等死要好。这神火的力量似乎极其强大，我感觉到我体内的地炎和幻虚都出现了异动，随着在这里的时间停留越久，那所散发出来的神火能量已经与萧炎体内的地炎之火和幻虚神火产生了影响，并且不仅是地炎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异动后，就连神火幻虚都感到一丝忌惮，仿佛面对着这里的强大神火能量时，犹如是来自更强火焰力量上的压制。下一刻，体内的地炎和幻虚变得更加的狂暴起来，像是要不受控制的破体而出。萧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异动暴躁惊了一下，面色也是凝重起来，暗自道：不好，这里的神火能量太过于强大，就连排名第9的幻虚神火都竟然有些惧怕。这里的神火究竟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几？见到体内的2道火焰疯狂的想要冲破萧炎的身体时，萧炎立马运转了体内的焚诀功法，一股极其特殊的力量开始弥漫在体内的每一处角落。随着焚诀之力的出现，刚刚体内极其暴躁的地炎和幻虚都渐渐的安静了下来。没想到如此狂暴的2道火焰竟然被焚诀之力这么快的就压制而下，足以说明焚诀功法的确非常不一般。那么创造焚诀功法的那位大能更是不简单，竟然能够让大纣的神物神火都被其彻底的压制而下。萧炎想到这里时，一道苍老的声音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脑海之中：小家伙，这里的神火能够让你体内的2道火焰都如此做出剧烈的反应，的确不一般。听到是冯老的声音，萧炎也是传音道：冯老，你知道这里的神火是排名第几的神火吗？冯老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沉默了片刻，然后双眸一亮，似是确定了这里神火的火神本源，才缓缓地开口道：刚刚我用神魂感应了一下这里的神火本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万兽神界的这道天降火焰应该就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6的三昧。三昧，这神火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火？为何被分裂出了3道神火之后，依旧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排名第6的三昧神火不同于其他神火，并且它有些特别。冯老似是非常了解这3昧神火一般，微微的卖起了关子。特别？哪里特别？听到冯老这般说，萧炎更是有些疑惑好奇起来，这3昧神火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很显然，被冯老这么一说，萧炎也很想迫切的知道这3昧为何叫3昧？难道说这与它的特别有关不成？原来在数百万年前，这天降火焰竟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6的3昧神火。
难怪就连幻虚神火见到了都如此的忌惮起来，更何况是地炎之火了。虽然说地炎之火融合了22道异火以及20道圣火，可是依旧无法能够与神火相提并论，毕竟神火乃是大咒中的神物。三昧神火排名第6，其火神本源本就比幻虚神火强大，寻常高于一个排名就已经是天差地别，更何况这三昧还高于幻虚2个排名。如果让这2道神火碰面的话，那么将会是一场神火之间的战斗看。毕竟9道神火曾经在万火神域之中发生了一场神火之战，也就是这神火之战后，这9道神火便是有了不同的排名。而神火之间的排名，每一个排名之间的差距就是天差地别。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当年就连万兽神界的最强3龙都拿三昧神火没有任何办法，最后还得施展出神法封印，才勉强的将其封印万兽之源里。虽然度过了数百万年的和平，但是这三昧神火太过于强大，竟是在被封印的时间里开始吞噬兽心本源，来增强自身的火神本源，并且这还只是分裂出来的一部分神火本源。如果是完整的神火本源，就算是神法封印都无法封印住这三昧神火。闻言，萧炎顿时极其的吃惊起来，神色都微微的一凝道：排名第6的三昧神火已经恐怖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了吗？说着，心里便想起来当年连3龙联手都要使出全力对抗，这道完整的三昧神火的确恐怖无比啊！要知道3龙乃是万兽神界的最强超级神兽，如果是3龙之中的任何一龙都无法抵抗这道三昧神火的毁灭力量。一旁的粉老四笑非笑地摸了摸自己的淡金色胡须，接着道：三昧神火的力量不仅强大，而且我刚刚所说的它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其他神火或许只有1道神火神迹，而这三昧神火则是有着3道神火神迹。所以小家伙，你应该知晓这三昧神火的特别之处了吧？听完粉老的话，萧炎原本吃惊的脸颊变得更为的震惊起来，因为刚刚他从粉老的口中得知，这三昧神火竟然有3道神火神迹，之前的幻虚神火也只有1道而已，并且那1道神火神迹不仅力量强大，而且也很特别，能够让创造出一个幻虚的世界。在这个幻虚世界中，萧炎便是主宰，可以击败一切。当然以萧炎目前的实力，只要对战天卫神之下的神奇，基本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了。可是如今这三昧神火的神火神迹更是有着3道，那么这3道究竟有多么的强大可怕呢？粉老，那这3道神火神迹究竟是什么招式？萧炎非常疑惑地问道。毕竟幻虚神火虽然只是排名第9，但是它的神火神迹也是无比的强大。如果说这排名第6的三昧神火还拥有3道神火神迹，如果将其收服的话，那么自身的实力不得炸裂。想到这里，萧炎的双眸之中已经散发出一道炙热的火芒，对于三昧神火的渴望也是越来越强烈了。而且这三昧神火也正是自己突破天卫神的关键之物。在从粉老口中了解了一些三昧神火的信息之后，萧炎对着祖龙族的几位神斩说道：神斩前辈，万兽之源已经被那神火本源吞噬很多，再持续下去对你们非常的不利。还好这里的神火本源还只是完整神火的1/3，我可以一试。萧炎小兄弟，虽然你收服了幻虚神火，可是这神火的力量已经远超幻虚，你有几成把握？大神斩面露凝重之色，就算是他半部4重天卫神的实力，在面对这分裂出来的神火也都束手无策，应该有3成吧。不过我会尽一切全力将万兽之源中的神火本源收服，解决祖龙族的隐患。萧炎低沉出声，不过脸庞上则是露出极其自信的神色。显然就算万兽之源中的神火有多么的强大，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这就是对于一种力量的渴望，只有自己变强，才不会在第1等级世界中闯荡时遇到危险。听到只有3成的把握，几位祖龙族的神斩也并没有高兴。要知道这可是连1半的几率都没有，所以萧炎一进去怕就是凶多吉少了。见到几位神斩并没有说话，萧炎也看出他们心中为自己担忧。不过自己既然传承了祖龙的血脉之力，自己也算是祖龙族的一部分，之前还答应祖龙前辈，自己一定会拼尽一切守护祖龙族。所以这一次祖龙族遇到万兽之源的隐患，萧炎也不得不出手了。况且就算没有答应祖龙的心愿，他也同样会来到万兽神界寻找这三昧神火，并且将其收服炼化，提升自己的实力。几位神斩前辈放心吧，我自有分寸，如果收服不了，我就会立即撤出来。萧炎为了让几位神斩不为自己担心，也连忙安慰道，虽然此次有凶险，但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如果不去试一下，那么祖龙族的万兽之源必定会被神户吞噬殆尽，到时候对祖龙族上下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灭顶之灾。几位神斩也是一脸无奈的摇摇头，叹了一口气，眼神凝重地看着萧炎，嘱咐道：萧炎小兄弟，一切都要小心，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就先撤出来，我们再想办法。大神斩说完也是咽了一口唾沫，好，几位神斩，等我的好消息。说完，萧炎便是将自己的双脚迈出几步，然后将自身的神境灵魂释放到极致，在识海中已经开始将灵魂力量无尽的压缩一道、10道、
解释道，突破神境灵魂也正是为了这一天做的准备。如果没有神境灵魂的力量，他就算是萧炎也无法进入万兽之源内，更别说是收服这排名第6的三昧神火了。虽然这里的只是完整三昧神火的1/3火神本源，但已经让整个祖龙族的所有神兽强者都拿他没有一点的办法。感受着四周的灵魂力量，顿时让的祖龙族的众神兽强者神色微微一变。虽说神兽的神体很强悍无比，可是灵魂力量则是神兽的克星，能够瞬间冲击他们的识海，将灵魂重创。所以面对萧炎刚刚的神境灵魂力量，他们也才有这变化。这一刻我等很久了，三昧神火，萧炎来了，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虽然收服的几率很低，但是萧炎的脸上依旧挂着自信之色，毕竟他拥有焚诀那极其变态的功法，在收服神火的过程中同样也有难度，可是却已经加大了他收服神火的机会。萧炎脚步一踏，身上的火焰便是浮现而出，在其周身不断的盘旋起来。一道绚丽之火吗？一道白色之火，以及神境灵魂的催动下，在萧炎的神体表面形成了一道炫白色的火之铠甲。在那晶莹剔透的外表下，这炫白色的火之铠甲中所蕴含的毁灭力量，足以毁灭一方大陆。